核武器这种东西，在许多国家和人民眼里都是非常望而生畏的，毕竟它的破坏力毋庸置疑，全世界都目睹过，所以才会谈核色变。可问题是，这个东西那么危险，那在制造或者维护过程中是否发生过致命事故呢？毕竟核武器始终是人造的，既然叫做武器，机械方面也难免会出现故障，再碰上一些人为失误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个不小心就把人类自己都给送走了。在历史上，差点触发世界末日开关的事情还真不算少的。曾经在美国阿肯色州大马士革附近的核武库发生过一次致命的失误，一颗威力比摧毁广岛的原子弹还要高出600倍的核弹头差点被引爆。几十年来，美国政府一直都设法掩盖这段历史。那么，它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我之前讲过一个视频，在1961年的时候，美国人自己把2枚核武器投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戈尔兹波勒镇上，差点就在自家地盘上引发了核爆危机。虽然这次的事故出在运送飞机上，但其实被正式记录的类似事件一共有32起，通常都是发生在运送核武器的路途中的。由于没有造成什么大规模的灾难，因此也就很少人关注了。但这也告诉了我们一件事，核武器的管理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一丝不苟的。1980年9月18日下午6点30分左右，飞行员大卫·鲍威尔和杰弗里·普拉姆正在进行一颗名为 LGM-25C 泰坦2代洲际导弹的日常维护工作。这次的任务是将导弹的氧化剂罐进行加压处理。21岁的大卫是个经验丰富的导弹技术员，而杰弗里只有19岁，还在培训期。两人和往常一样前往导弹顶部的平台上进行操作。很快，大卫意识到自己带错了扳手，因为按照新规定，他必须要使用扭曲扳手才能拆下氧化剂罐的压力盖，而不是用普通的套筒扳手。不过那个时候他都已经换好了防护服了，如果再折返回去又要全部重来一遍，实在是太麻烦。所以大卫直接选择了无视，反正之前用套筒扳手也都好好的，这次也绝对不会有问题。然而世界上就从来没有绝对的安全。好巧不巧，重3.6千克的套筒不知怎的就从扳手上掉了下来，垂直掉落了大约24米，一下子撞上了推力支架，又弹到了导弹的侧面，直接击穿了导弹的1级油箱。一瞬间，加压火箭燃料开始泄露，这可把所有人都吓坏了。要知道，燃料罐里面的火箭燃料一旦遇上了导弹的氧化剂4氧化二氮，就会立刻燃烧，而这种氧化剂就保存在第2个油箱当中。更何况，这颗导弹头部安装的是氢弹，而且比当年投下广岛的那颗还要厉害600倍。一旦发生爆炸，恐怕整个阿肯色州连同周边的州都要一起陪葬。很快，第308战略导弹联合指挥官迅速安排撤离工作。到了晚上9点钟，驻守的空军人员已经全部撤离。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，警察开始疏散附近的居民，以防情况恶化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。由于之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件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领导层都急疯了。导弹头的威力除了可以100%摧毁阿肯色州之外，致命的放射性物质甚至会辐射到整个东海岸。眼下来不及追究谁的责任了，最要紧的就是想方设法防止大规模的爆炸。紧接着，发射井的自动灭火系统开始启动，导弹也被浸入水中。9月19日凌晨，有2名飞行员奉命进入发射井，他们的任务是拆除安全栅栏，然后把钢制外门打开，排出里面的易燃气体，这样可以防止浓度过高，降低爆炸的风险。不过由于这门是带电磁锁的，发射井内的燃料浓度过高，这个时候万万不能通电，所以这2名飞行员只能试着用撬棍和其他工具开门。可是防爆门太重了，仅凭2个人的力气根本就不可能打开，所以这一计划告一段落，2名飞行员被命令返回。第2次尝试是由高级飞行员大卫·利文斯顿和杰夫·肯尼迪完成，他们全副武装，准备进入发射井。根据探测器显示，浓度已经达到了最大值。随后2人被要求回到筒舱，打开排气扇。大卫·利文斯顿顺利完成了任务，2人立刻撤退到了入口处，等待进一步指示。此时是凌晨3点，突然间一声巨响，燃料还是爆炸了。740吨重的发射道封闭门被炸飞到了60米的高空，最重要的弹头被一整个弹飞到了距离发射场入口约30米的地方。所幸它的安全功能一切正常，没有泄露任何放射性物质。可惜整个导弹发射场被严重摧毁，直到天亮，核弹头才被安全取回。另外，大卫·利文斯顿则趴在发射管道的废墟当中一动不动，等安全人员找到他后，立刻送往了医院。最终，他因受伤严重，在医院去世。虽然杰夫幸免于难，但他的一条腿被炸飞，又因吸入了大量氧化剂，严重影响了呼吸系统，留下了病根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1人因爆炸和救援工作而受伤。
事故发生之后，清理工作刻不容缓。工作人员在发射场周围约162公顷的土地上收集了数吨砾石、土壤和金属碎片。另外，在发射井中，工作人员还抽出了将近400吨的污水。根据美国国会对此次事故的调查，泰坦2代导弹总体工程基本没有问题，但显然没有事故应急预案。不过好在弹头没有事，一切都好说。未来应该加强空军和地方官员之间的沟通，进一步修改有关核武器管理的安全规定与准则。没想到一个扳手竟然是整场事故的罪魁祸首，这是避免了一次灭国之灾。还记得我开头说过的，美国承认了32起类似的事件，这些也被称作为断件事件。这里的断件指的是涉及到核武器、导弹头，但不构成核战争风险的意外事故，比如因某种失误发生的核爆炸、放射性污染、核武器在运输过程当中的损坏等等。其实，在大多数眼里，核武器的设计绝对精良，安全操作也绝对可以达到零失误。可是它始终受制于人为因素，毕竟人类是不可能每次都做出完美正确的决策的。因此，这些不确定性也造成了一次次的灾难。就像大卫·鲍威尔，他拿错了扳手，虽然意识到自己出错了，但还是心存侥幸。或许这不是他第一次犯这种错，可偏偏这次幸运之神不再眷顾他，险些酿成大祸。1981年5月，视频当中提到了6名飞行员被授予了空军英雄勋章，其中还包括了犯错的大卫·鲍威尔。后来了解真相后，他收到了一封正式的谴责信。至于后续有没有什么惩罚，那就不知道了，毕竟没有发生最坏的情况，不然他肯定也没有好果子吃。在查资料的时候，我发现其实早在1978年1月27日，泰坦2代导弹的发射场就已经发生过一起重大事故。由于氧化剂泄露，导致了一团长915米、宽91米的有毒烟雾飘向了美国65号公路。该地区的大量居民被紧急撤离，至少有4人因接触毒气而产生了不良影响。不过后来泄露的情况很快就被制止，但在居民心中已经产生了不信任感。2年后，事故再次发生。虽然政府已经尽可能的封锁了消息，但居民们还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恐慌。因为担惊受怕，许多人都离开了家乡，总觉得核弹迟早会被引爆。有这样的担心是必然的。在人人谈核色变的年代，我们都知道核灾难会对人类和环境留下挥之不去的影响，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掉以轻心，哪怕是最微小的意外，放在核武器上面都不会是小事，就算是最发达的美国也是一样的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任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